都聊到的，RW侠必须要去追逐小分，因为今天秦九是被老干爹零封的。如果你能够在 TDG 上拿下1个小分，那岂不对于你来说的话，后面跟秦九打加赛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小一些。如果你也被零封，好，那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最后一场比赛了。看一下这一局比赛的 BP， 蓝色方是子越教练的今天 RW侠ban掉了沈梦溪以及大司命，而后续的话 TDG 则是ban掉了鲁班大师和海月。ban海月，那就像阿豆说的野核了，给洛城出野核。洛城在前面的比赛里面的登场，使用了马超、吃叉这2个比较偏野核的英雄。鬼手献花，小 A 本命英雄空空儿，看看这时候本命英雄能不能帮助他找回点状态。红叶最多情，公孙离寄相思。小雪今天已经2连 MVP 了，而且他每一局的伤害占比都高达40%以上。是。夏洛特，哎，真的是，这小坤上来就是一把夏洛特。这是他在本次年度总决赛的第5把夏洛特，前4把赢了3把。5把夏洛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名选手在年度总决赛登场的50%都是选择了这个英雄。与之对位的就是 Fly 的曹操了。然后紧接着给剑月选择了自己的自信英雄女娲，也是本命。对，本命2个本命英雄已经出来了。苏烈对空空儿。打野放后面出，打野放后面出的话，那我觉得洛城这一局进马超吃叉都能选。对，九星在这一次年度总决赛的苏烈他还没有用过，这是第1把，正好是对上空空儿了。对，这个时候拿出来用一下，看看画面和效果。把仓ban掉，把圆坦ban掉，而大不侠则是ban掉了镜，开ban洛城。TDG 后面班位应该还是要ban个谭野，他射手不用ban了。RW侠用了戈亚，那ban了个仓之后，你剩下的打公孙离加苏烈都没有好打的了。最后一班凯，2班打野，镜头给到了嘉欣和青青。那这样 RW侠谭野上面能用的还有一个夏侯惇，强势一点的话。最后一班ban了海诺，好打空空儿，然后在中轴上也比较稳定扎实的英雄。执行人间的意志。杨戬打野，杨戬打野打空，这是洛城的第1把，在年总的第1把杨戬打野。在夏季赛的话，他拿出来过2次杨戬打野，50%的胜率，赢了1次。这把出杨戬的话，RW侠他这个打野就是在夏侯和猪八戒里面出了，感觉是夏侯的可能性会大，夏侯惇会更加凶一点。RW侠在发育路的位置看到公孙离点了一手艾琳，对位上没什么问题。是的，然后再选个夏侯惇打野，做对抗。空空儿加夏侯惇加女娲，这局有能力一套控死的。对，这局对抗强度上还是有的，对抗强度是有的。也挺高的，后期英雄也有女娲曹操。看 TDG 最后一个中路还没出，中路的话正常出是个嬴政，但嬴政也不太好用，要不然就打前排来个安琪拉，或者说来个西施给个稳定控制，配合围绕着公孙离还有苏烈这边去打，对，苏烈能够接 combo。他如果不出西施的话，这一局比赛的开团重任就全部压在了九星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这局比赛他要是想开的话，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毕竟是就是他能打空空儿，但是他如果开团行为也容易被空空儿给洞察。且这局比赛对面有个女娲在，所以他也不是很好那么去主动的能够开出好团来。对，但这个西施的选择的话，会让他的线上的队友过得舒服一点，也能够给到很多经济让杨戬吃。对，把杨戬也可以养得肥一点。赫茨的西施在这次年度总决赛第一次拿出来，
在夏季赛的话，他的西施使用的次数也不多，仅用了3次。这局比赛 TTG 拿出来的阵容英雄使用情况，目前来看就只有小雪和小困2个人，他们这2个英雄使用的次数比较多。而 W 侠的话，则是本命英雄啊，2个本命英雄出来，小 A 的空空儿和剑月的女娲，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看他们能不能帮助队伍拿下这关键的一个小局了。目前的跟他们排名非常接近的桐乡晴九，在今天的比赛第1场比赛被零封之后，他们是处于一个0-5，然后在竞技分是-14的竞技分。而 RW 侠如果在这一局比赛也输掉的话，他们也是0-5-14竞技分。那么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晴九将会在周6，也就是明天后天的比赛去交手到广州 TTG。那如果 TTG 再把晴九给零封了，那么 RW 侠要交手到是北京微博，在第2场，第2场比赛如果也被微博给零封了，那么在当天的比赛打完之后，晴九和 RW 侠就要加赛了，进行一个 BO1 的加赛。对，那一局比赛如果出现的话一局比赛80万奖金。但如果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是先在这一场比赛赢下1局来，在小分上先领先晴九1局，然后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再去多赢小局。机会始终都在自己的手里。对。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这场 BO5 的第3局。目前在红色方的广州 TTG 2-0进入赛点 ，TTG 也是需要通过大比分获胜来去拉开大师组后面队伍的大分和小分差异。因为 LGD 他在今天的比赛是3-0，所以小分目前是比 TTG 高的。如果这场比赛 TTG 也是3-0，他们将会再次把比分拉平。进入比赛，我是九瓶子，我是解肉黄超。TTG 这个换线，那弗莱的曹操要被压了。上路曹操1打2，下路夏洛特1打2。小困这波是2技能过去补尾刀，所以要被连着打一套。有个野可以帮助他回点状态，但怎么感觉有想法呀？是有想法，看秋元下一发1技能能不能中。哎，这1技能没中，那就没想法。是，但是逼出了小困的一个闪现，这波剑月是靠了过来。主要是在塔下，这波小困其实就是依靠走位，躲了一发很关键的1技能，而且塔下高减伤在。来用。这波还想来继续，小 A 再摸一下就有机会杀。女娲这波过来闪现1技能，走位夹一下，终于杀了。是的，这蓄谋已久了。上一波剑月飞下来是逼个闪现没能杀，这波是终于再飞一波把小困拿下了。这波赫兹都已经过来做协防了，但奈何你血量实在太少了。那这一下，下路的这2波线都吃不到了，只能去中路吃一吃了。是的，而 Fly 这边的话，这兵线在被送进来之后，塔刀还是可以吃得很爽的。这样的话，你其实，在前期做的这个换线，夏洛特并没有贪到便宜啊。原本想的是你是发育的线嘛，主要就是第一波2技能出去清兵了，所以会比较伤。谁是碗底的豆腐？状态掉太多了。就如果做换线的话，夏洛特还是尽可能的第一波线，就是在塔下学个1技能远程补刀。对，这是比较稳的。小雪拿个赤甲，不过小困他刚才中路补了波线之后，他这个经济还是能够追 Fly 的。哦，赤甲还是被 RW 侠反掉了，剑月拿到了。上面想继续卡兵，
过来想出去过来吃，对，被拦住了，大招被逼。那后面 TTG 可能要过来给他压力了，要动杀心了。对，这波曹操是没大招的，杨戬和西施全往上靠了。女娲在后面做协防，鞋过来，给一个拍，本来退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杨戬跟过来之后还是碰不到弗莱，但弗莱这波兵线都要亏啊。对，把那2个兵给卡掉了。啊、空空儿也过来了，小 A 继续做协防，那这一波 TTG 就不再越了。面板再一看，夏洛特已经2000了，曹操还是1500，被压得太惨了。就现在比赛里面换线换的实在是太频繁了，所以对抗路很多情况之下都会有这种压力。是的，就看谁的对抗路英雄在被压的情况下有别的远程技能可以补刀。对，有这种远程技能可以补刀的话，那他就可以好受一点。另外就是看中路这个线，他能不能过去吃一口。小困是在这把目前已经吃了2波中线，但是 Fly 的中线是1波都没吃，所以他经济想要追夏洛特追不上。但这波是 TTG 拿完了远端线之后，第一时间来到了龙坑处，把第一条暴君稳定控在手中。夏洛特差不多可以去上了，然后让公孙离直接走下，开始打对于下塔的一个推进。夏洛特去上前，看着中线好像还想摸一下。还是继续小坤在吃下路这个位置，准备放塔打下了。过来一个拍到之后，一个2技能顶一下，洛城在旁边跟伤害带走了秋元。曹操也不好再往前砍了，夏洛特就在侧边，他如果要是太深的话，自己就回不来。因为这波小困的话，他吃完中线之后上线，他并没有去吃，就是为了打下路这波。对，哎，又打了回来，在 L 草杀了个回马枪，又把小 A 的空空儿给带走，那下路这波小九就可以拔1塔了。下路一击破，后面一个红 buff 就危险了。然后小困又是吃了个中线，再往上去还能再吃一个上线。这发育太开心了。对，两个队伍还是就 TTG 这边要比 RW 侠想的更多，动得更快。就这种包塔的行为，前期你看这种对线压边的行为，大家都有。狗道一套，小 A 又死。但是剩下来的看洛城这个位置，一技能过去之后想硬溜，苏烈过来给个拍，2技能顶一下，带走了艾琳之后继续往前追击，最终还是收到了剑月。万伞回去了，夏侯索道，公孙离死。但是看看能不能再追一下九星，但九星有被动在身上。TTG 这一波团战打得非常强硬啊，都已经冲到了中路1塔后方了。是的，因为洛城他那个血量当时是没办法，只能选择飞进去，在死之前把自己最后一波伤害打出来，然后跟苏烈打个配合。他不飞进去，那波也没了。对9级打8级，经济差的也多，这会儿已经有差900了，再一会儿就要超1000了，已经1000了。这1000的经济就西施这边让出来的。苏烈给一个拍完了往回退，下路的兵线已经运过去了。但是 RW 侠也不好去管下线，你管下线的话，你可能中路就要出问题。本来达成了累计助攻5500，这是一位在 KPL 已经打了9年的老将啊。作为一个对抗路，达成了5500的累计助攻的里程碑。我们这几年 RW 侠的整体都是需要这些老将站出来帮忙队伍稳住。曹操这波冲进去，本来砍完一刀之后不行，正面扛不住，还是得往回退。无双这波是被西施给吊到了，直接被拉过去击杀掉了。TTG 卡这个位置让公孙离清个中是可以直接尝试去破1塔的。看女娲有个大招，守1塔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把九星清楚的知道正面是个女娲，她不是很好从正面开，选择从侧边绕，但这波被打出了被动，但是位置拦住了。苏烈是直接去卖被动的，对，卖被动，然后让队友把中路的防卫塔给推掉。对。这波就是卖被动，不让你女娲可以在前点把技能一放，把兵线一消耗，这样的话中塔就可以守下来。这个被动卖的还是非常好的，还让队友提了波状态。
来回看一下，这波在红区，先拉扯找机会，然后小困这里是先进去扛了一波，被空空儿开到女娲一套，然后自己顶个苍穹出来没死。这波夏侯惇是控制吃满了，对，夏侯惇被西施拉到后面想走走不了了。对，夏侯惇在这个位置先是被苏烈2技能顶回去，然后紧接着想跑又被赫兹拉回去。洛城这一把红刀杨戬，野喝打法了。8分半的小暴君，仍旧是属于广州 TDG。空空儿过来给个晕眩开一波，配合金元的伤害直接融化了赫兹。苏烈给个拍，拍完了之后2技能再顶个夏侯惇回来，然后换夏侯特进场，激光剑划一下，但这波交出了闪现，秋元拉扯了开来，没有阵亡。回头想去击杀一下小困，小困是最后一丝血，1技能加速，2技能撤走，杨戬1技能回马枪再来一下，2技能配合队友让小雪收掉人头。女娲的这个大招角度稍稍差了那么一点，没有收掉小困这个夏洛特。不过两边打了个2换2。洛城今天这个杨戬就特别喜欢残血，回头来一波，多打点伤害。但刚刚那波团战没有人可以威胁到这个公孙离，而秋元的话是第一时间就被打跑了。刚才小 A 这波团开的挺好的，他直接是开到了草里的赫兹，先打了一个第一时间就把西施给解决掉了。对，就空儿和女娲现在定点控制狙击击杀还是蛮多的。其实他们这个第一波 combo 都是很强的。空儿一个换位晕眩，然后加上艾琳的大招接女娲的一套，加夏侯惇的一个控制，这一波下去 ，TDG 你基本上你派谁去扛都扛不住。而且现在你会发现空儿加女娲越来越多了。是的，对吧？现在比赛里面，之前我们看到是空儿小乔很多。对，因为女娲这个英雄后期也强，她4级爆发高，后期也厉害。小乔的话后期一般感觉他没什么输出环境了。对，但女娲后期，你就算被对面盯着，也可以给一个大招直接飙到你的 C 位。TDG 把中路的2塔一拔，回头动龙，把红区视野全部占住。而大家想开的话也比较难。但是 RW 这局比赛想要翻盘啊，他还是得通过刚刚小 A 在红区开赫兹那种方式来打。对，曹操要接一下，落后了1000多的经济。空儿来接了，那上路漏2个，下路可以压，把兵线拦进来，但是有女娲的矩阵和一发诛灭，把兵线打到了残血。但是这波给了一个拉呀，还是被控到了无双这个点，被拉出了高地进行击杀，顶不住。公孙离的经济太高了，对位领先2000块。公孙离这个经济，那 TDG 他这里的一个中辅的 combo， 控谁谁死。中下高地进兵线，下路让曹操守。这波女娲的消耗不错，赫兹和九星都被打到了半血或者以下。TDG回去补给一下，退回去开主宰。上路是让小困推掉了2塔，本来借此机会要出去吃一波经济吗？这个龙我感觉他们也不好出去看，只能现在出去补钱。这个龙最多就是让女娲给个大招试一试。对。就借这个机会出去补点经济，要不然实在没法打。这个大招是选择去打西施，打了波西施状态。但塔后有个血包，赫兹回1塔后面血包一吃，这状态又补上来了，又可以到正面继续打了。对，这波红区红 buff 给球员拿到了，小雪上去摸一波，但没人过来想打他，继续点，把无双点掉了2/3血。这时候中上兵线赶到，夏洛特过去堵位置，曹操这个位置直接绕过来，上去一波起火，就把小雪给秒了。这一波冲击打得非常漂亮。从红区直插中路，在你推塔的过程当中，一波给后排施压。夏洛特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走得掉，还在追。曹操回头砍一下，杨毅这波进去想要换人，没有成功。夏洛特最后一丝血，夏侯惇给个大招，最终砸掉，人头收掉了小坤的头，一波团灭了 TDG。0换5，顶着经济差，顶着高地兵线的压力，选择了
奋力一搏，背水一战。化三清，就这一波可以让 RW 侠竞技完成反超。对，这波太关键了，而且决策很果断，就是在 TDG 他拆成了2部分，在给上路和中路施压的过程当中，选择了从红区冲出来。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一波，从红区冲过来一个曹操，一个反包加空空儿开团之后，曹操进场把伤害灌满。女娲这个大招伤害也拉得挺足的。对，小 A 和 Fly， 感觉 TDG 他们在压这个塔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打得太凶了，包括就是没有派人去防着这个曹操的绕后。因为今天这一整场比赛，包括马超的那一把，其实给 TDG 整体带来的是弗莱一直在绕，但是好像跟正面比较难去冲击到小雪，尤其是第2把的那个孙尚香，当心冲击不到他，所以 TDG 也有点放松警惕了。还是得盯的，对，就让小困去盯。拿来吧你。现在的经济几乎持平了，差了个1000块。洛城先给空空儿把位置站住，这时候队友再可以回合到准备开龙。女娲大招给到西施，龙暂时不敢 run， 这波曹操在慢慢的往外面拉出去，对，慢慢绕，对，要找一个绕后角度，想绕到蓝区，但这个位置正好有个杨戬，被看到了。但是 RW 侠也把龙坑给挤了过来，可以先过个中线。这个时候公孙离在拿红，西施已经被打残了，对，被赫斯打残了，把赫斯打残了，对，僭越的女娲，对，夏洛特在绕。这波夏洛特绕后，夏洛特过来，97秒钟的被动，无双把龙拿到，夏洛进场被控了一下，回头轻功光剑滑没有滑好，效果一般，那肯定要被反打，小困直接被带走。公孙离走位躲诛灭，这团战 TDG 已经感觉打不过 RW 侠了。留神，三洞藏仙。现在只需要 RW 侠盯好小困的夏洛特绕后 ，TDG 的正面也不是很好出手。TDG 想打的话，我感觉现在也只能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让赫兹继续尝试。因为这局比赛苏烈在前期打出的画面一直都是绕后的，从正面其实不好开。龙给个击飞，下回的大招直接锁，配合剑诀瞬秒小雪，曹操过来2技能挂上减速，开了辉月，赫兹还是要死。球员进去补掉人头，又带走了9星。艾琳2连击破在龙坑里，洛城走不了，点了血手之后还是要倒，剩下小坤一个。RW 侠上路可以一波的，小坤想把兵线给清掉，想走是有点困难，轻功光剑滑一下，团灭了广州 TDG， 上路兵线赶过来来得及。小雪还有15秒钟复活，上路的高地已经拆完了。冲进去，先点，轮流扛一下，等兵线进来就可以直接把水晶给秒掉。济南RW侠关键的一个小局的胜利就在眼前，兵线来了，小雪活了，但没有用，让我们恭喜济南RW侠。转折点，中路的高地塔前，弗莱和小 A 的联动，一前一后，即便是在前期几乎已经崩盘的曹操，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这就是老将，他可能